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啲注定。時時及時總靠機警，歷尋事實未定，顛覆處境。是與非我心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見機，最終他的痛悲慢慢拼起。他跟那個做戲，落雨起，太避忌，花樣太多，偏歪曲結果，有一些感應出錯，求誰聽清楚，查探內幕，花樣太多，偵測花樣更多，全力分析一切識破，迷惘清晰之間不算太傻。喂，我已经听你的话了，承认杀人罪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我来是问你为什么要乱认杀人罪？问你之前一口咬定是我杀死猫史强的。我们现在找到新证据，证明当年杀死陈强另有其人。就像你说的，你只是用花瓶砸了他的头，但是真正杀死陈强的凶手是用水果刀刺中他的心脏，他流血过多而死。喂，我之前跟你的同事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当时说了谎话，其实我是用水果刀刺死那个猫史强的。你现在也是在说谎。我要抓你说你是杀人凶手，将你定罪的时候，你说你不是杀人凶手。现在我找到新线索，证明你不是，你就跑去自首，是不是故意耍我呀？依照我的猜测，他故意帮人顶罪。难道爸爸知道谁才是凶手？我不敢肯定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查出，到底他这几天曾经跟哪些人接触，发生过什么事，会令他突然自首，承认持刀杀人的罪名。如果真正凶手这么容易找到，这件案件就不会变成悬案，转去你们 DIE 喽。难道爸爸又要坐牢？放心吧，姐姐，我不会让真凶逍遥法外，我也不允许他随便帮别人顶罪。我会尽快查出这件事的真相。准备好了吗 ？Yes sir。于大海，现在开始重组案情。在15年前，你到底怎么样用花瓶打破陈强的头？接着怎么样用水果刀刺伤他？到最后怎么样刺死他？请你从头到尾演一次出来，清楚吗？现在可以说了吗？你可以开始。我当然从门口走进来了，之后我就说：“喂，猫史强啊，你为什么用我替你担保向高利贷借来的钱来包二奶啊？”后来三言两语就打起来了。他当然打不过我了，我一掌把他推倒，顺手拿起花瓶向他的头，哇！还有他呢，就拿起水果刀来刺我，我就抢了他的水果刀，就朝他心脏猛刺了一刀，就这样了。你到底记不记得刺了陈强几刀？哎呀，都10几年前的事，谁还会记得？为了这件事，你弄得妻离子散。接着逃跑去台湾，还白坐了10几年牢，对你的影响这么大，你会不记得？程 Sir 啊，我还以为你人很聪明呢，你怎么这么麻烦呢？还要弄什么案件重组？你是不是没事干呢？我都承认杀死猫史强了，你就落案控告我杀人吧，拜托！哎呀，喂，他是不是叫程 Sir？ 你叫程 Sir 对吧？程 Sir 啊，我还以为你人很聪明呢。喂，你干嘛这么麻烦呢？我都承认杀死猫史强了，你就落案控告我杀人吧，拜托。这么勤快啊！午饭时间到了。突然来找我？上次在枪会那里，我突然之间有事走了，所以请你吃饭，但是道歉了。也没有严重到需要道歉，你也是为了工作。怎么，你很忙啊？喂，听说今天你带那个于大海去重组案情，有什么进展？也没什么，我还是觉得他好像有很多事瞒着我们似的。不过说真的，于大海是于子朗的爸爸，而且你跟于子朗又是 DRE 的同事，
我们不是很方便谈这个案件吧？对哦，应该公事公办哦。公事公办吧。陈 Sir， 黄 Sir 有重要事找你，叫你马上过去。我先去接黄 Sir， 等我。嗯。他就拿把水果刀来刺我，来走，那我就抢了他的水果刀，就朝他心脏猛刺了一刀，就这样了。你怎么跟重案组的人拿的？哦，跟你的陈 Sir 拿的吧？哼，当然不是啦。你知道他那个人公事公办的。我那天约他吃饭，后来看到地上有这个记忆棒，又没人认领，所以就拿回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咯。这么简单？世上有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？哼，很奇怪吗？上次美人你也捡到一次啊。哈哈，这影片连我都看得出于大海在胡说八道。程Sir很聪明，不可能看不出来。嘉俊就是觉得他有事情瞒着警方，所以迟迟都不肯落案。无论如何，这次我有信心一定可以证明给大家看，杀死陈强的另有其人。于 Sir， 你查归查，千万不要让我为难 ，understand？ Yes, sir。咦，这么晚正义还没回来？哎，你不知道啊，自从于大海自首之后，正义哥不断的责怪自己，说自己太多嘴了，怎么会告诉于大海陈强是被水果刀刺死的，让于大海有借口说自己是杀人凶手，他当然没脸见朗哥喽。正义不会这么傻吧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于 Sir， 我刚在计程车行查过，原来于大海去自首的前一天，陈强的儿子小杰曾经去找过于大海。对了，吉娜，最近小杰的心脏怎么样？前几天带他去复诊，医生说他的病情有点反复，心率不是很正常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最好尽快安排他住院动手术。也好，早点动手术，大家都能安心。你不用担心，手术费方面呢，就交给我好了。这怎么行呢？一直以来，我们母子俩受到你很多照顾了，我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了。自己人，别跟我这么客气。我上次已经说过了，你们还来干什么啊？我们这次来找小杰，想问些事情。你们想问我什么呀？小杰，2天前你是不是找过于大海？是啊，法律规定了我不可以见海叔吗？法律是没有这个规定，不过请问你去找于大海做过什么呢？我找海叔吃饭而已啊。你不要说谎啊！事关重大，你不坦白告诉我，我会告你妨碍司法公正的。你吓人呐！你不要拿警察身份吓我。有本事就去抓凶手，居然欺负小孩！你赶快离开啊！再不离开，我就投诉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于 Sir 是激动了点。现在情况是，小杰找过于大海之后，于大海忽然之间向警方自首，承认当年是他亲手杀死陈强。什么？海哥去自首了？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，不要妨碍我做生意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走。希望你们有新消息的话，尽快跟我们联络。好，谢谢。好。你为什么会来？因为小杰告诉我，你最近经常做噩梦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其实阿强是我杀的。什么？当年我在路上遇到丧彪，他告诉我，阿强在外面包了个二奶，我很生气，所以去找他算账，谁知道他恼羞成怒。他抓着我，一直打我，我随手拿起水果刀刺了他几下，他就这么死了。你是说，你用水果刀刺死猫世强的？自从警察他们来问我阿强的事情之后，我每天都做噩梦，我梦见阿强，他回来找我，要我填命啊！海哥，小杰还那么小，他的心脏又不好，我怕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小杰该怎么办呢？你放心吧，强嫂，
这件事没人知道，你没事的。目前最重要的是，你照顾好小杰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其他的就交给我吧。小杰，小杰，你怎么了，小杰？啊，怎么样？小杰，你又不舒服了，阿青啊，怎么办呢？快去套书包把药拿给我。小杰，阿健啊，是因为你在这儿，小杰没有你照顾不行啊。今晚 Table for Six 那边安排好了吗？洒姐，刚才通知客人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曾先生他离开香港，我找不到他。你不会这么糊涂吧？我叫你一定要准备妥当的，现在怎么办？到哪儿去找个人来填呢？啊？撒姨，你别怪佩佩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曾先生打电话来，通知我他不能出席。我因为爸爸的事，所以根本不记得叫佩佩找另一个人。哎呀，你的记性真是太好了，要怎么办呢？哎，没关系，叫伟平出席啊。当然不行了，今天的客人全都是成熟型的，你看伟平的样子像个小孩子，怎么去啊？还有啊，伟平是我们一线牵的职员，如果被客人认出来，哎呀，死得难看。现在匆匆忙忙，怎么找一个成熟型的男人出席呢？哎，我有办法。撒姨，什么事啊？有件急事想找你帮忙啊！是这样的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办了一场 Table for Six， 可是你姐姐忘记有个客人临时不能来啊，所以想找你来充个数。你姐姐啊，为了你爸爸的事情弄得失魂落魄的。不行啊，我约了皮耶去谈一些关于爸爸那案件的事。这样啊，那你做事比较重要了。那好吧，我自己再想办法啦，不妨碍你做事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个姐姐真是……你姐姐出什么事了？可能因为爸爸的案件，所以弄得失魂落魄，做错事情。这次全都怪我不好，乱说话。算了，怎么能怪你呢？谁会想到他自己会突然跑去自首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因我而起的，现在还害得你跟你姐姐这样。都说算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就算再辛苦也好，我都要查出真相，救出伯父。我跟皮耶研究过。陈强胸口中的那刀的角度还有位置，跟于大海的身形并不太吻合。再加上我看过于大海重组案情的片段，我更能肯定，他不是杀人凶手。那我们还不立刻行动？什么行动啊？劫狱啊！是啊，只是相信于大海没有杀人没用的，一定要有证据才有用。没错，我们不需要太着急，我们首先将整件案先后次序再重新排演一次。小凤姐，你扮演于大海。好。于大海当天被警察抓住，他死都不承认是杀死陈强的凶手。何止啊！当他知道陈强是被人刺死，不是被人砸死的时候，他很兴奋，很开心，开心的颤抖。后来他在丧彪嘴里知道，原来强嫂早就已经知道猫史强在外面包二奶的事了。接着小杰去找于大海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听季叔说，当时小杰的脸色苍白，说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然后于大海就跑去自首，说自己是杀死猫史强的真正凶手。这很明显，小杰跟于大海说完话，于大海就跑去自首，也就是说跟小杰讲的话有很大关系。还有啊，案发当天有证人看到有个女人从陈强二奶住的地方走出来呀。也就是说，何丽金就是从二奶家走出来的那个女人。也就是说，她很可能就是当年的真正凶手。耶！好，虽然大家的推论都很合理，不过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真凭实据，可以证明于大海是帮何丽金顶罪才行。对呀。也就是要重新调查了，还不如吃个糖好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你学人 rock and roll 那么大呀！不是我的，是小杰的。啊，小杰的？是啊。看看，什么时候见过小杰？哦，我去找丧彪的时候，看见几个流氓在骚扰他，就把他们打走了。可是小杰很奇怪，一看到我马上就跑了，链子也掉了。
所以我就捡起来帮他保管。我帮你还给他。嗯。小杰啊，不要硬撑啊！要觉得不舒服呢就休息啊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我不明白于 Sir， 为什么要我们来监视何丽金女子？说了，朗哥不是叫我们监视了，是看看她身上有没有一朵玫瑰花图案的纹身呢。用玫瑰花图案纹身又怎么样？朗哥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，现在不是要想为什么，是要想怎么做。你看看，他用毛巾包得那么严，我们怎么看？哼，这就叫此地无银300两。我说他是故意遮住他的纹身呢。啊，有办法，小凤姐，到你出马了。我出马？出马干什么？那你就走过去，故意扯下他的毛巾。不行，你看那么多人，当我是色狼报警抓我怎么办呀？所以我说你真是笨呐！我们就是警察，等一会儿你有什么事，我就出去抓你，不就没事喽？那出了什么事，你要马上出来呀！好了，快去扯他的毛巾啊！去呀！快去啊！男人看到自己的血也会害怕，我每人亲自出马。小妹妹，姐姐赶时间，让我先洗吧。哎，让开！在洗澡，有机会了。咦，没有人声，难道在前面？在何丽金的身上真的没有纹身，你有没有看清楚啊？我看清楚了，他前前后后、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，我都看过了。别说是纹身了，连疤都没有哦。朗哥，人家为了帮你查案，不止牺牲了色相，还差点被人误会是女色狼呢。你说该怎么报答我？你要我报答你，你先要去看医生才行。你现在这样，怎么跟你逛街、看电影、吃饭呀？也对，你说的话一定要做到啊！你快点去看医生吧，听到没有？要是你这次变成大伤风，我会过意不去。我现在马上去。在想什么，大侦探？没什么。不用骗我了。刚才美人跟你说的话，我听到了。我想问，你在哪里查到那些玫瑰花图案？还有骷髅头戒指的，哼！我看过所有的资料，根本都没提过那些东西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我有通灵感应？你真的有通灵感应？我知道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，不过你相不相信都无所谓，因为我最头痛的就是，在何丽金的身上竟然会没有玫瑰的纹身。那我在通灵感应里面看到的玫瑰花纹身图案，到底是纹在哪个人的身上呢？就算我真的相信你有通灵感应，会不会是那什么通灵感应突然失效了？又或者你看到的根本就不是玫瑰花？不可能！难道我这么大了，连玫瑰花都会认错吗？嘿。死胖子，舍得回来了吗？哇！哎，妈，为什么生气啊？老爸还没回来啊？姐姐，我劝你不要问了。
结婚30周年纪念这么重要的日子都不记得回家庆祝，简直罪犯天条，随时株连你还有我。哎妈，老爸不会糊涂的把这件事都给忘了。哼，他敢！也许他不想提醒你，又老了1岁。哎妈，奶奶她有老人痴呆，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你不要生气。他老人痴呆，我说他骗人痴呆才对。哎，罪魁祸首回来了。老婆，结婚30周年纪念，我这盆玫瑰花代表我对你30年来对你的爱，是不是很甜呐？甜你个头啊！之前送过剑兰呐、菊花啊，也就算了，现在弄盆这样的花，就快过年了，干脆弄盆金桔给我。别生气嘛，这盆玫瑰花虽然小了一点，但看得很灿烂。你记不记得今年情人节啊，家俊花了1000多2000块送了一束玫瑰花给我，但是放个1-2天就全谢了。但这盆不一样，又有根又有泥，能开很久的。佩佩哦，说得对，老妈，爱情要天天灌溉才会成长嘛。老爸这次聪明多了。哎，还是我2个女儿了解我的心思啊！这死胖子会这么有心思？总算是你第一次送玫瑰花给我，我就勉为其难收下来。不过你要记得帮他浇水啊！要是这盆花有什么3长2短的，我唯你是问。老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那你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了啊！这盆又不是玫瑰花。这盆是月季花。月季花，这棵叫月季，是季节的季。它呢又叫中国玫瑰，跟外国玫瑰啊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花朵很小，所以没有玫瑰花那么贵。那岂不是比玫瑰花便宜很多？喂，老妈，你不要说梦话呀，不懂不要乱说。谁说我不懂啊？以前我在乡下种了很多。你这死胖子，弄盆这样的烂花回来，你就当玫瑰花？你是想骗我，还是被人骗了？不是，都怪那客人叫我送几盆这个，他落了一盆，所以我才顺便送给你嘛。什么？你在路边捡盆这样的垃圾回来，就当30周年结婚纪念礼物啊？你这个死胖子，你是不是活腻了你？哎，看来今年这个结婚周年纪念真是难忘了，姐。月季又叫中国玫瑰。咦？小杰干妈的名字就叫月季。你们找我干妈干什么呀？哦，有些关于种花的问题想向她请教。对了，季姐在不在？季姐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所以在家休息呢。哦，那季姐住在哪里？那些是我干妈的私隐，不方便跟你们说。老板娘，收货。麻烦你看看这招牌有没有问题，没问题呢，在这个地方签收。妈，对了，没有问题。啊，你们用这朵花来做招牌的图案，挺好看的。哦，这朵花呢是小杰想出的主意，他拿干妈的纹身做花店的招牌，说不会只用字那么简单。张 Sir 说你掉了这个戒指，叫我拿来给你。原来被张 Sir 捡到了，幸好找回来了，不然的话不知道怎么跟干妈交代啊。你真是粗心啊！戒指是干妈认你做干儿子时候送的，你应该小心一点啊。怎么样，能不能认出照片里的 Rose 就是当年在这里做事的那个女人？人是比较老，但是看她的轮廓，真的挺像的。我还记得 Rose 说过，她的中文名字的意思解释成什么中国玫瑰，所以她才会取个艺名叫 Rose 的。你们还有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进去做事了。谢谢，不用客气。谢谢。所有谜底都解开了，证明林月季就是杀人凶手。不是你说他是凶手，我们就可以去抓他的。是，我们可以证明林月季是陈强的情妇，但那又怎么样？除了你那些通灵感应之外，没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他杀了人。难道到时候上了法庭，叫法官还有那些陪审员跟你一起睡觉，看你那些通灵感应啊？郑毅，什么事？我照你的吩咐赶到林月季家，可是一直敲门都没人回应，
我就去问管理员，可是管理员说林月琪刚刚收拾行李出门了，好像说有急事回乡下去了。你再问问管理员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好像没人在家。没人？半夜强嫂母子会到哪儿去呢？不是连他们都跑了吧？有人在吗？什么事啊？警察。请问你知不知道住在你们对面的强嫂到哪儿去了？听说小杰突然心脏病发，他妈妈叫救护车送他去医院了。家俊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于大海来自首1个多礼拜了，请你证据收集够了就落案，不要再拖泥带水了。黄 Sir， 我始终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听于大海一面之词。什么一面之词啊？喂，你不要告诉我1个多礼拜了，你什么证据也没有找到。于大海确实是有杀人的嫌疑，他当年曾经帮死者陈强做担保人借高利贷，我不排除可能因为死者无法还钱，高利贷转追于大海，他可能一气之下动了杀机。这不结了，连杀机都有了，你还不快点落案？但我觉得于大海的举动有点奇怪。那15年前命案发生之后，他离开了香港，去了台湾，辗转坐了10几年牢，再回了香港。但是他一回来，居然主动接触死者的太太何丽晶，还找个借口说欠死者钱，每个月还钱给何丽晶。这很简单吗？你也说了，死者的老婆就是何丽晶嘛。于大海杀死了陈强，所以现在良心不安，每个月就给陈强的老婆一点钱，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啊。问题是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，可以证明在案发当天还有一个女人离开现场。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，如果随便落案，我怕法官会说我们浪费纳税人金钱。还有一个女人，你说过，根据口供，丧彪说他一时口快，告诉了何丽金她老公陈强在外面已经有了别的女人，说不定啊，上去的女人就是何丽金啊，她知道老公外面有女人，所以找他算账。没错了，越想越像啊。那刚才你说不明白为什么于大海每个月都要拿钱给何丽金，除了我说的罪恶感之外呢，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于大海跟何丽金合谋杀人。黄 Sir， 这想法会不会太武断了呢？家俊，我知道你办案一向都很谨慎，但是我这个想法并不叫武断，我这个叫做有想象力，而且我们办案很多时候都要大胆的假设。那你自己想想，何丽金跟于大海有奸情，2个就合谋杀死了陈强，接着呢，于大海就跑去台湾避风头，谁知道去坐了牢，结果呢，一坐就坐了10几年。好了，到现在回到香港了，他连亲生子女都不找，却马上去找何丽金再续前缘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来自首了。何丽金和于大海一起杀了陈强，于大海怕这件事情被揭穿会连累到何丽金，所以他情愿一个人揽在身上。他也算是有情有义了。我不反对黄 Sir 这个大胆假设，但我们是不是应该小心求证呢？哎呀，家俊，你第1天当警察呀，我们当然要小心求证啦。但是我问你，不把犯人抓回来问话，怎么小心求证啊？你尽快把何丽金抓回来，搞他合谋杀人。我提醒你啊，于大海的儿子是于子朗，如果我们迟迟不动手，传媒就会说我们偏帮自己人了。但是不用说了，这是命令，执行吧。走路小心点啊！不好意思啊。护士，请问你有个病人叫陈杰，他住几号病房？陈杰啊，陈杰刚刚动完手术，现在送进加护病房了。加护病房在哪儿？往那边直走。哦，谢谢啊。不用。阿杰，小杰怎么样？姐姐，你来了。小杰手术做完了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醒，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啊？你让一让。护士，是不是有状况啊？
病人的情况恶化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你们不要妨碍我。哎呀，啊，怎么办？医生，小杰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病人身体很虚弱，不知道能不能苏醒。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我很辛苦才把小杰养大的，他不能出事啊！阿金，小杰很孝顺，一定会继任天下的。何丽金女士，你涉嫌在15年前与于大海合谋杀死你丈夫陈强，现在正式拘捕你，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现在不是一定要你讲，但是你所说的将来会成为呈堂证供。你们有没有人性啊？这个时候抓人？对不起，我们只可以公事公办，回警局再说。阿 Sir， 我可以跟你回警局，但是可不可以等我儿子醒了再去啊？现在小杰生死未卜，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丢下他不管的。万一你儿子这辈子都不行，难道我们等你一辈子？不用理他，带走。不要，阿 Sir， 我求求你不要！回警局再说。我要等小杰醒了再走。有话回警局再说。不要，我要等他醒了。小杰，小杰，不要啊！我求求你别抓我！等一下，不要抓紧。他不是凶手，我才是凶手。对不起，其实我就是强哥外面的女人。阿强是我杀的，跟阿金和海哥没有关系。要抓就抓我吧。总算你还有点良心。是你，我的小杰呢？他在哪儿？你放心，小杰他没事。小杰，小杰，小杰。医生说手术很成功，等麻醉药过了之后，他慢慢会醒过来的。你们，对不起，如果我们不是合起来演这场戏，你怎么会良心发现呢？肯承认当年根本就是你杀了陈强。大概在15年前，当时我还在夜总会工作。我和他来往了一段日子之后，他就叫我跟着他，不要再工作了。他说会照顾我，我信以为真，听他的辞掉了工作，跟他住在一起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陈强已经结了婚了。他不止骗了我的人，还骗了我所有的积蓄去赌。我不肯给他钱，他就打我，打完一次又一次。我很想离开他，但是我怕会被他找到。原本以为我这辈子都跑不出那个坏蛋的魔掌，直到那天，我还记得，那天我回到家，看到那个坏蛋坐在沙发上，头和身上都是血。他叫我帮他叫救护车，我当时很害怕，怕他呆住了。他看到我慢吞吞的，不止骂我，还拿东西砸过来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知道我没办法再忍下去了，我决定离开那个坏蛋，所以我随便拿了几件私人的东西想离开。可是那个坏蛋看到我走，扯着我的头发不让我走。当时我忽然之间拿到一把水果刀，我不想被那个坏蛋打死，只好拿起那把刀，用力刺在他的胸口上。我没有想到一刀就这么把他杀死了。当时我很害怕，我不想为那个坏蛋坐一辈子牢，所以我拿着那把刀离开了现场。后来你把那把刀扔在哪里了？我记得，当时我很慌张，随手就把那把刀扔在附近的排水道里，然后就回去乡下避风头。后来你是怎么认识何丽金母子的？后来我知道警方锁定了男人是杀人凶手，我看平安无事，于是回到香港。我打算重新做人，还开了一家花店。几年前阿金来应征，我看他勤快做事又快，于是请了他。我发觉我和他们母子很投缘，还认了小杰当干儿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阿金就是陈强的老婆，小杰是他们的儿子。你说多讽刺！10几年前，我杀死小杰他爸；10几年后，我竟然当了小杰的干妈。
总算大功告成。没有程 Sir 你配合我们演这场戏，怎么会顺利破案呢？身为警察，我只是公事公办，我也不想抓错人。喂，其实于 Sir， 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那个林月季狠一狠心，不回去看小杰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这一点我没有想过。你怎么这样？不过呢，我相信一件事，人性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所有的都是离不开一个字，就是情字。林月季疼爱小杰，简直把他当亲生儿子，所以他怎么会放心不看到小杰手术结果就这么离开呢？这一次林月季是被他自己的良心出卖了。其实这次真正出卖他们的，应该说是陈强。还要感谢程 Sir 你啊，没有你这个最佳男主角配合，我们怎么会抓到林月季呢？我想最重要的还应该感谢黄 Sir 才对。要不是他一意孤行要我抓何丽晶，我也怎么能将计就计跟你合起来演这场戏呢？无论如何，总之你们两个双剑合璧，那就天下无敌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你这一下好重好痛。我习惯了。我看完最后那段就会出去吃早餐了。一点都不好玩。那么大个影子晃来晃去，谁不知道你在后面呢？神探就是神探，果然厉害。弟弟呀，撒姨呢问过程 Sir 了，说今天可以接爸爸出来。反正你今天放假，不如我们一起去接他。你喜欢去就自己去。你别这样啊！那，弟弟，我现在跟你说认真的，爸爸呢在拘留所住了那么久，吃得不好，我们一起去把他接出来吃饭，好好的吃一顿，好吗？你喜欢接就自己去接，不过我不去。不用看啦，阿朗他不肯来见你啊。没想到连你这个小姨子都来见我，但是亲生儿子就……爸爸，你不要怪弟弟了，我想他也是一时想不开。我怎么会怪他呢？要怪就怪我自己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爸爸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阿晴，我暂时还是住在阿基那里。为什么，爸？你不用害怕的，那个房子是我们大家的，弟弟他不敢把你赶走啊。住在一起臭着个脸更尴尬。那今天我们呢接你出来，我请你呢吃一顿饭了，姐夫好不好？走吧走吧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胃有点痛。哇，看你这样不只是有点痛哦。是啊，爸，我们去看医生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一定很恨我，你们要骂就骂吧。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抢了你老公，甚至连人都杀了，害得你们母子吃了这么多年的苦。别说了，就算那个坏蛋没有死，也不代表我们两个可以有好日子过。当初那几刀，如果刺歪了，杀人凶手应该就是我了。阿金，你真的不怪我？不会的，干妈，你也是为了我和我妈妈，你才会走回来，这么关心我们，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啊。小杰，你动完手术之后，现在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医生说过几个月我就可以跟同学一起踢球了。那就好了。小杰，我想我以后看不到你了，你要好好的照顾你妈，知道吗？我会的，
我会乖乖听话，用心读书，长大以后当律师，帮干妈你打官司。季姐，你放心，你的花店我一定会好好的看着，直到你出来为止。喂，美人姐，我翻遍所有八卦周刊和杂志，甚至娱乐版也看了，都没有啊。对呀，我这里也没有哦。不可能啊！我们 DIE 破那么多奇案，连15年前的离奇凶杀案也破案了，为什么没有登出来呢？哎，算了吧，美人。现在的报纸杂志，你露内衣裤它就会登，哪会管你破了什么15年、30年的悬案呢？哎，总之不到最后一刻，大家千万不要放弃。喂，有了，你们来看，在哪儿？什么？有，快点，这里，我们裱起来。来，你看，啊，这么小啊？那不用裱了，找本邮票本贴起来就行了。两个，你看。大家只要用心去破案，自然会上头版了。不用灰心，以后啊，我们那些简报裱起来当墙纸还没地方贴呢。其实能不能上头条还是其次，我们身为警务人员，查案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吗？破了几件案，我们心里有数就行了，何必在乎别人呢？诶，Madam 跟于色居然同声同气，这可是第一次见到啊。那于所说的对吗？我一向都是对事不对人的。其实我们身为警察的，最主要为广大市民服务，公道自在人心的。是啊，总之我们上下同心，一定是其利断金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哭啊？有人欺负你啊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揍他。撒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喂，你们说句话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啊？姐姐不要哭了，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啊？爸爸得了绝症啊！他有绝症。天空超過荒誕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啲注定。時時及時總靠機警，歷尋事實未定，變局處境。